看到是里斯本最古老的教堂，當地人都叫它 Sei Lisboa， 建於1147年，葡萄牙第一任國王下令修建這裡，用來慶祝收復里斯本脫離摩爾人統治。這裡不只是宗教中心，許多國王與貴族曾在此舉辦婚禮或洗禮。sister 有什么妈妈跟我講的？你在這裡，然後你是在這裡住。你看我的 arms， 為什麼是像這樣子？所以你自己的身材會變一個 cross， 所以這是 arms 的 cross， 你的頭是 head， 然後你腳跟 body 就是 the rest of the cross， 是 bottom of the cross， 所以這樣子就是一個 cross。可是這個沒有那麼 cross， 哦，因為這個需要。就這樣子，可以站在裡面的。可以站着。教堂外觀的建築風格是羅馬式，就是用了厚重的石牆、矮窄的窗戶。內部是經過幾次的重建，現在混合了哥德式的元素。這些石頭棺材是貴族跟教士的安葬之地，他們不只是紀念往生者，也象徵當時教會跟貴族的緊密關係。2樓有展示廳，還有回廊，還有不要忘了有觀景台可以去。這個教堂最有名的是玫瑰窗，現在看到的其實是破碎後的重生。1755年那一場毀滅性的地震，讓玻璃花窗化成了碎片。在200年左右，1930重建教堂時，人們沒有選擇用新的，而是用當時的碎片，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的把它拼回去。為什麼基石是放在中間？看基石在中間，因為你可以看起來像一個眼睛一樣，然後那在眼睛中間就是基石，所以你要看 the truth 就需要從基石看，或是看不了。Above 它是 Peter， 因為他有the keys。為什麼 Peter 有the keys？ 因為他是the rock of the church， 他是 the church's first leader， 所以他就有 keys。然後就是下面是 John， 因為他有一個 chalice， 因為然後你看有一個蛇在裡面，因為他們要毒死他，可是他沒有死掉。然後你看耶穌的左邊 Saint Andrew 是 Saint Andrew， 因為他有一個 cross， Saint Andrew 也被crucified在一個 X-shaped cross。然後全部你看有 saw 的，你看他有一個 saw， 我不知道怎麼講。Simon 的這個他有 saw， 因為他被殺了的。哦，那個鋸子 ，saw 是叫鋸子。然後你看 James the Less， 他有一個 bat， 因為他被一個 bat。所以一些在拿他們會被殺的東西，然後 Peter 也在拿他的 keys。可是一些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在拿一個樹，我不知道為什麼。一些東西我還不知道，蠻多東西我不知道。
這邊觀景台可以看到阿法瑪還有 Rio Tejo。接下來是我們在網絡上訂的一日遊，到了葡萄牙西邊的海岸線和 Sintra， 這兩個地方都是皇室的避暑勝地。第一站是開車大概半小時就能到的地獄之口。Okay, I'm gonna go down what we said. Yeah, let's go. It looks very good. It is. Wow, so pretty. 這個大自然劈開的岩石，大概就是地獄之口的由來吧。第二站 Cascais 是19世紀葡萄牙皇室的避暑勝地，當時國王路易斯常來這裡度假，還帶動了歐洲貴族和上流社會跟着湧入，因此這樣這裡就從小漁村變成了優雅的度假小鎮。這裡的水好清澈哦，我們還看到好多魚哦。哇，这水好清澈哦！难怪皇室都喜歡來這邊度假，當 second home， 真的很清澈。So windy, way too windy, my god！ 這是歐洲大陸最西邊的地方。看有多西邊，風還是一樣很大。哇，這個 landscape 還蠻好看的。第5站來到了 Sintra 的夢幻莊園，車程大概45分鐘到1小時，路途不是很遠，但全部都是山路，一路風景雖然很漂亮，可是繞來繞去的非常容易暈車。這座夢幻莊園建立於1904年。是 Cavallo Monteiro 的私人莊園，他是個富商，然後又兼神秘愛好者。他想要一個充滿藝術和象徵意義的地方，所以請了意大利建築師來設計建造。我們現在要前往這園區最有名的 Initiation Well 入會井。這裡的排隊動得非常的慢，所以如果你看到隊伍很長的話，建議還是先去別處走走再回來。我們剛好來的時候隊伍不是很長，所以一下下我們就可以進來了。進來之後，往下走的樓梯空間只夠站一個人，所以大家移動的速度非常的慢。
會景走到底會接到地下隧道和小山洞，帶你探索神秘的地下世界。那時候的設計是要象徵重生與啟蒙。出了莊園後，走大概10到15分鐘的路程，就可以到 Sindra 的 Village， 然後會在這邊用餐。你的只有 one piece of Yeah. 因为它是很好吃。我的也是，我的就是关不要钱，买个不是。大概10分鐘的車程，我們到了佩納宮。這裡的故事要從好久以前開始說。最早在12世紀，山上只是一座非常小的修道院，裡面只住了10個修士。後來1755年，里斯本發生了超級大的地震，修道院幾乎全垮了，只剩下一些廢墟。不過呢，到了19世紀，有一位很喜歡藝術的國王，叫費迪南2世。他在1838年買下了這塊土地，決定在廢墟上面蓋了一座很漂亮的夏宮。他把很多不同風格的設計混在一起，還加入了伊斯蘭的彩色瓷磚和拱門。最後就變成這座像童話故事一樣的城堡了，而且它1854年就蓋好了，比德國有名的新天鵝堡還要早哦。宮殿門口這個人魚守門像是不是長得很特別？它不像一般美人魚，而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魚尾，還纏着藤條和石雕，長得也非常的抱歉。但它大有來頭，它象徵的是海洋與大地的結合，是19世紀浪漫主義最經典的設計之一。這些拱門和彩色瓷磚超美的，其實是摩爾人留下來的伊斯蘭風格痕跡，讓整個宮殿看起來更有異國風情。為了讓宮殿看起來更浪漫，而且更像童話一樣夢幻，他們故意把這邊的牆漆成紅色跟黃色。紅色建築裡面的是教堂與禮拜堂，黃色建築裡面的是皇室起居室。這邊照相真的是超級好看的。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座宮殿，其實是葡萄牙王室最後的夏宮。他們在這裡住到1910年，
直到君主制被推翻。革命之後，這座宮殿就被列為國家級古蹟。1995年，它和整個 Sintra 山區一起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它也是歐洲浪漫主義的代表。當時的歐洲經歷了工業革命，什麼都講究理性與科學，生活變得非常的冰冷又單調。於是，藝術家就開始叛逆了。他們轉頭擁抱了情感、自然，還有神秘感。這座宮殿就是他們的夢幻大作，把哥德式、伊斯蘭風還有葡萄牙風格全部混搭，像積木一樣自由拼湊，不像傳統的建築。來了這幾天，我們吃了一些葡萄牙的傳統美食，罪惡感濃厚的三明治真的卡路里很高，味道也還可以。海鮮飯吃的有點像海鮮粥，喜歡吃乾的飯，我建議叫 Octopus Rice。烤沙丁魚跟烤魚真的很好吃。豬扒包和蛋撻，我覺得澳門的還是比較合我的胃口。來這邊多吃海鮮，比較不會出錯。喜歡吃開心果冰淇淋的，一定要來這一家店試看看。現在開箱我們這5天4夜住的 Airbnb。我們從機場坐計程車過來，大概不到半小時，然後去 Porto 要坐火車，從這邊去火車站，加塞車 Uber 的話，大概是20分鐘左右。它的地點真的是非常方便，附近都有餐廳，然後這邊有一個蠻有名的觀景台，走路大概5分鐘就可以到了。離逛街的地方大概也是10分鐘可以到，很多景點大概是20分鐘內都可以走得到。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是在山頂上，所以如果不喜歡走樓梯的，坐這裡可能會比較不方便。其實我對住 Airbnb 沒很大的興趣，因為每次住都好像在開盲盒一樣。可是因為小朋友的關係要洗衣服，然後這裡是我住過最乾淨的 Airbnb， 而且服務也很好， check in 的時候都有人來跟你 follow up。下一集是坐火車去 Porto 4天3夜，我們下一集見咯，拜拜。And if I'm turning blue, please don't say